比如美国人关注的渤海横通号，排水量达到了15000吨，内部停车道的总长3000多米，车道的宽度达到3米。美方分析，这是美军圣安东尼奥级船坞登陆舰的3倍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我说说美军分析人员发现解放军动用民用渡轮投送2栖作战力量。近期，美国海军研究所从商业卫星图像中发现，解放军在台海举行了军事演习，在大型民用渡轮里面建了一个特别的坡道，把2栖突击车放进大海，然后向岸突击。一个叫汤姆·舒加特的分析师认为，解放军动用了整整7艘大型民用渡轮，投送能力庞大。美军对解放军2栖投送能力可能是低估了。对于军方和商业企业来说2栖载具几乎是通用的。欧美也经常要面对居民过河、过海的通勤问题。在一些人口密度不大的地区，政府没有财力去修建桥梁或者是港口，航运公司就会使用2栖载具来提供交通服务。比如英国和法国都有一种很奇特的2栖车，它长得和快艇很像，但是下面有2排很小的轮子，能够在海滩上或者是道路上慢速行驶。到了海里，它就是一艘快艇。这种载具道路的行驶性能很差，没有人指望它跑高速，也没有人指望它越野，能够在大海和沙滩之间转运就行了。英国和法国的海军陆战队直接采购了这类2栖车，足够低强度战争和日常训练的使用了。在美国的很多盐湖地区以及基础设施不发达的非洲，也可以看到类似于2栖登陆舰的民用型号。这样的运输船不需要码头和港口，有个比较平坦的滩头，就能够直接靠上去，把汽车和乘客放上岸。美军曾经考虑购买类似的运输船，在水网湖泊地区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。有民参军，就有军转民。在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，我可以看到退役的2栖运输车改头换面，成了民用的摆渡船。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城，就能看到一辆2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美军水陆两用运输车，现在已经改成了海陆旅游观光车了。渡轮的结构和2栖登陆舰有点像，使用方法也比较像，但是把民用渡轮作为2栖突击母舰，应该是中国人的原创。民用渡轮的车辆舱空间很大，比如美国人关注的渤海横通号，排水量达到了15000吨，内部停车道的总长3000多米，车道的宽度达到3米。美方分析，这是美军圣安东尼奥级船坞登陆舰的3倍。圣安东尼奥级一次只能投送一个2栖装甲营，相比之下，渤海横通号一次能投送一个团。为什么民船的投送能力比军船强那么多呢？主要是因为民船不考虑军事上的需求。首先，它不考虑中弹之后的抗沉性，不需要设计大量的水密隔舱，也不需要设计装甲防护。另外民船一般是短途航行，乘客和汽车最多在船上住2天，有些短途航线甚至不考虑住宿。但军船需要考虑带着一个完整的2栖装甲营，从本土出发，在海上航行10几天，甚至是1个月左右。期间还有给陆战队队员安排各种军事训练的空间。所以中国的洞拐1型和洞拐5型2栖战舰能搭载的陆战队的兵力，也不如民用渡轮的规模大。作为2栖作战的老手美国军方分析人员立刻看到了其中的价值。他们说，2栖登陆舰为了能够在海上运行数周或者数月的时间，用掉了大量的空间。但如果仅仅是快速的穿越海峡，就不需要占这么多的地方了。台湾海峡的宽度不到200公里，民用船只几个小时就能抵达海峡对岸，投送的速度是相当快的。但是台海战争肯定不是低强度战争，必须考虑台湾军队激烈抵抗的可能性，更要考虑美军武力介入的场景。没有武装的民用渡轮能够生存下来吗？这里面就要谈到2个重要的问题。首先，解放军的2栖部队装备的05式突击车的家族，水上航行性能非常好，是全世界目前最快的2栖战车。它的最大的水上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5公里，就算在5公里外下船遇水，10几分钟就能够抵达滩头。国际军事比赛期间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和电视台记者曾经体验了05式家族当中的步兵战车的型号，
记者的表情非常亢奋呢，所以民船可以躲在相对安全的位置，放出2栖突击车。按照舒加特的说法，在2021年，我们第一次看到解放军把2栖攻击车直接开进水中，这意味着现在这些游轮可以成为第一梯队，直接向海滩派遣攻击部队。第二个问题是安全问题，台湾方面拥有相当数量的反舰火力，包括雄风3、雄风4和从美国进口的捕鲸叉、雷霆2000火箭炮和即将到货的海马斯火箭炮，也对近距离海上目标有一定的威胁。民用渡轮的吨位再大，也很难承受导弹的打击。但是解放军拥有足够的火力啊，在渡海攻坚之前，完全消除台湾军队对海的火力。另外呢，军工部门还研制了一大批优秀的舰载近距离的反导武器。2019年国庆阅兵期间就展出了海红旗10。这种舷号体积小，安装方式灵活，装在渡轮上面拦截雄风2和捕鲸叉是不成问题的。所以啊，美国专家对渡轮参与台海演习给出了很高的评价。舒加特说：“你能想出什么比渡轮更好的办法呢？渡轮可以快速的投送车辆和人员，放下之后立刻返回，效率再高也没有了。”好，这一期啊，我们说了外媒对中国海军使用民船的一些情况。